新加坡与香港，一个面积728平方公里，一个1106平方公里，两地都是典型的弹丸之地，也是全球高度开放、国际化程度极高的经济体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富豪的积聚和基础设施效率这两个维度的差距却越来越明显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逻辑？新加坡和香港真的走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上吗？今天我们将通过数据和深度解析，为你揭开其中的奥秘。记得看到最后，这不仅仅是两个城市的对比，更是一个反思全球经济竞争力的过程。说到富豪数量，新加坡如今已成为亚太地区富豪聚集的第3大城市。据 UBS 数据显示，预计到2025年，新加坡亿万富豪人数将达到55人，总财富达到2588亿美元。几年的增幅甚至高达 66.4%。 更惊人的是，新加坡的百万富翁数量已达到44980人，占总人口比例高达 4%。 换句话说，每100个新加坡人中就有4个是百万富翁。这背后不仅体现了个人财富的集中，更展示了国际富豪对新加坡的清晰选择。与此同时，香港的表现同样耀眼。数据显示，香港的超高净值人士约有17215人，全球排名第6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约每442个香港人中就有1个属于超高净值群体。调查还指出，香港千万元富翁人数到2025年将增至约39万5千人，显示了个人财富的高度集中。然而，如果仔细比较两地富豪来源，会发现显著区别。新加坡的财富更多来源于国际移民的巨额资产，而香港则依托于资本市场和地产行业。这种对比反映了吸引财富的路径差异。新加坡依赖开放政策、高效税制和家族办公室配置，而香港则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的财富溢出效应和地产增值。一个是全球资本迁移的结果，一个是本地财富积累的反应。为什么新加坡在吸引全球富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的税收政策和法律透明性，没有资本利得税，没有遗产税，也没有针对全球收入的征税，这让新加坡对跨国富豪来说几乎是避税天堂。此外，新加坡通过家族办公室这一机制，吸引了大量高净值家庭的资产迁移，成为全球财富管理的重要中心。数据显示，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规模近年来以年均 9% 的增长率迅速扩展，而同一时期的香港仅有 4.3%。这反映出新加坡在国际资本和长期财富管理上的优势，但香港的优势也悠久且显著。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城市之一，香港的 IPO 活动长期保持活跃，吸引了大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积累财富。传统的地产行业也一直是香港富豪的重要来源，支撑着本地高净值人口的增长。然而，香港近年来的地缘及政策因素的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，使得部分富豪更倾向选择新加坡，特别是那些具有全球视野并关注税务规划的人群。由此能够看到，两地在财富机制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和政策，更反映了富豪和资本如何评估环境的有利性。这种选择直接影响了财富集聚的路径速度。除了财富积聚能力，两地在基础设施效率上的表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对比点。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，新加坡的政府效率、航线密度和贸易便利化指标多年来位居全球前列。樟宜机场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，它不仅是全球航线最密集的机场之一，更以高效运营和先进管理方案闻名于世。新加坡的港口也表现卓越，不仅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，还因通关和物流效率远超同行业标准而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枢纽。这些基础设施上的成就不仅仅代表硬件，更是政策长远规划与制度高度执行力的成果。香港的基础设施则有着不同的表现。作为传统强项，香港的港口和地铁网络常年享受世界级的评价，便捷性让人赞不绝口。然而，与新加坡相比，香港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却略有落后，同时在制度适应性和宏观效率指标上受到一定挑战。基础设施效率的竞争很大程度来源于政府的执行力，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投资回报似乎更出色。因此，虽然香港仍是一个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的城市，未来的持续性和创新能力成为了争夺全球资本的一道考验。从长远来看，新加坡和香港的差距不仅仅限于富豪数量和基建效率，而是深深扎根于两地经济结构、政策选择和全球资本流动的路径。从经济结构看，新加坡通过跨国企业总部、制造业和金融服务的均衡布局，展现了更长远的增长潜力。相比之下，香港过度依赖地产及金融市场，缺乏制造业或技术创新的支撑，长远来看可能面临增长模式的瓶颈。此外，政策稳定性和制度透明性也是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。新加坡多年来以高效的政府执行力和稳定的税务环境吸引全球资本，而香港虽然具有灵活的资本市场，但政策和地缘因素的不确定性让部分富豪和资本更愿意转向新加坡。另外，全球资本和人才的流动路径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。近年来，新加坡通过家族办公室政策和多元化税收优惠，
吸引了大量高净值移民，而香港本地富豪更多依赖于自身的资产积累。这种路径的差异，让两地在吸引国际资本时表现出了不同的力度。总结来说，新加坡与香港的差距之所以越拉越大，既有全球经济体系的演变，也有两地政策取向和执行效率的差异。从富豪数量到基建效率，这些差距很难用更强或更弱来单一概括，而是一场经济模式和政策方向的深度较量。这不仅仅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故事，更是全球竞争环境下一场关于制度、高效和长远规划的思考。无论新加坡还是香港，他们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。你怎么看这种差距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最后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城市与经济的精彩内容。